今天咱来一个标准手揉版本的短法棍。新手啊也想在家做好吃的法棍，可以完全参照我这个视频，做出漂亮的外脆内软、大窟窿小泡泡的基础法棍。今天的教程是我去学欧包回来掌握的比较标准的教程，咱好歹掌握一个标准，即使你去延伸做其他欧包，过程也是差不多的。当然我做的还有很多进步空间啊！喜欢欧包的话，咱们一起加油吧！毕竟刚出炉的欧包是最好吃的，只有守着烤箱出炉你才懂。为了把法棍教明白，我这个视频做了9分钟，拍摄的素材啊横跨1星期，150多个 G。现在啊就开始手揉法棍吧。这个法棍的含水量在75%，对于新手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。找个揉面盆倒清水，然后麦芽糖呢可加可不加，因为家庭制作呀，烤箱的温度有限，加一点麦芽糖可以帮助法棍上色更好看。耐低糖酵母，面粉的选择有2个途径啊，最好是用欧包粉。那如果你只是想试一试，不打算多做，也可以用高低筋粉混合代替，再加入盐，把以上所有材料混合均匀到无干粉的状态。混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停止了，然后盖上保鲜袋，保湿，室温呢松弛15分钟。在这15分钟时间里，这个面团将会起到一个变化。时间到了，面粉经过浸泡呢，会自己产生面筋，我们最好戴上防粘的手套啊。然后准备一碗清水，手去接触面团之前要沾点水，拉开看一下啊，就能发现它现在是比较有延展性了。虽然拉伸能扯出一个膜，但是你仔细的观察这个膜呢，你就会发现膜里的组织很乱，薄厚不均，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整理面团的组织。那怎么整理呢？第一次松弛后啊，因为面团还没有来得及发酵，手指沾水把面团抓起来摔打几下。那摔打的时候手啊，尽量手掌不接触面团，只用到手指。要及时的沾水啊，就是说手要随时能脱离出来，别太粘手。摔个10次左右，你就发现变光滑了。什么时候停止摔打呢？光滑过后它又有点粗糙了，还更粘手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就停，稍微收圆一点，盖保鲜袋继续松弛。这次是半小时。第2次松弛后啊，它会比上一次更加的光滑了。再次的拉伸开，它拉出的膜呢，组织也比上一次均匀。操作前呀，手指一定要沾水啊。再次摔打折叠几下，还是摔打10次左右。如果你把握不好状态，10次就够了。你看看这次摔打完，表面就更光滑一些了。盖保鲜袋，第3次的室温松弛半小时。第3次松弛后啊，差不多就可以最后一次折叠了，依然是接触面团前手指沾水，把面团啊像现在视频中的手法一样叠成方块形，就像叠被子一样。最后的面团要是这种状态啊，扯开一个很薄的膜，膜呢并不容易戳破，戳破后洞口很圆滑。如果还没有达到这种状态，你需要再折叠一次。那么如果室温比较高呢，相应的你还需要把面团放在冰箱冷藏松弛。现在的面团已经完成了。如果你像我一样用方盒揉面呢，最好把揉好的面团往一边收，至少依靠3面。那包严实，放冰箱冷藏8小时，冷藏完取出来放室温下，让面团缓和到14度左右。那给表面撒一点面粉，撒粉要注意2点啊，一是薄，2是均匀。除此之外，尽量买一张做欧包用的发酵布，如果你打算常做，它用处很大。那发酵布在桌面上容易晃动，你可以再垫一张硅胶垫，在发酵布上撒多多的面粉。操作的时候切记啊，要用薄薄的粉去完全的裹住面团，不要让它粘的哪都是，面团会被越拉越长。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完整的保留发酵的气体。那刮板在这里用处也很大，选择薄一点的刮板更顺手。我手里这个刮板特别的好用，但是据商家说呀，它的退货率很高，所以下架了。我也不懂为什么。好，把发酵好的面团尽量完整的倒出来，不要拍打排气啊。底部也撒粉，用手整理一下。整理的目的是为了让它薄厚均匀，方便分割。那均分4份，我这就大概分了一下，新手就别上秤了，称来称去的面团越扯越大，更不好整形。分好后，你看现在它非常的柔软，一拉就长。不要过度的拉扯，现在进行预整形了。预整形的目的就为了让松弛的面团呀紧绷起来，形成表面张力。这时候拍打是为了让面团薄厚均匀，方正不歪。所以千万不要使劲拍，一切都是为了下一步整形做准备了。现在这一步折叠呢，卷起来只是为了让面团收紧不松散。
又能完整的保留大部分的气体。紧紧的卷好后，把底部收口捏紧。现在给我的感觉啊，这个面团就像是一个充了气的气球。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清楚啊？你要守护好这个气球，可别戳破了。含水量高的欧包面团要轻拿轻放，尽量使用2手去承托。在发酵布上均匀的撒粉防粘，把预成型好的长条放在这里，把发酵布的另一头拉过来覆盖住面团，可以加盖一个保鲜袋，不需要盖得太严啊，湿度太大也不行。松弛半小时，然后面团这时候又变得很松软了，刮板辅助或者2手承托，别拉太长。接着轻轻的拍打，拉伸均匀。整形前的坯子呀，大概是宽10厘米，长16厘米。手法呢就参照视频吧，我语言有限了。那么重点就是保护气体，绷紧面团。因为短法棍是橄榄形的，所以中间鼓，2头尖。操作的期间呀，只要粘手就及时的去抓手粉，不然面团被带歪了，整形就会很丑。最后呢，还是要把接口处捏严实，就好比气球的收口扎牢是一个效果的。面团只有绷起来了，烤的时候才能锁住气孔，向上生长。最后呢，如果你感觉粗细不均匀，把手弓起来，虚握搓长。烤箱不大的朋友啊，不要搓太长啊，记住粗一点更好吃。整形好的法棍滚一圈面粉，收口朝上放在发酵布上。那发酵布呢，多撒面粉，防止面团发酵的时候粘布。把发酵布折起来，围住法棍坯子。然后发酵要注意2点啊，收口朝上，然后是多撒面粉。收口朝上，按我的理解就是为了割包的时候表面没有大气孔，方便一刀划破。最终呢，发酵实际上是可以不盖保鲜袋的，太保湿也不行，松松的盖上，留一点空气流通。室温呢发酵30分钟，用转移板或者是自己弄一个薄一点的平板，把发酵好的法棍坯子转过来，底部朝下转移到烤盘里。你看发酵好的顶部是不是特别的光滑？看起来就很想在上面发挥一下。坯子呀，少用手去挪动啊，一拉就长了，用刮板挪动。表面尽量撒欧包粉，因为欧包粉的颜色比较深，烤好上色很漂亮。撒好粉呢，用手抹一下。割包刀的刀片45度倾斜，从顶部中间下刀，拉到法棍中段。第2刀从第1刀1/3处下刀，第3刀从第2刀的1/3处下刀。割完后，表面再覆盖一层烘焙纸，在纸上喷洒水雾，可以多喷一点啊。这是应对没有蒸汽的烤箱制造蒸汽的方法。烤箱提前预热230度，把烤盘放进去后，再喷洒一点水雾。不要恋战啊，赶紧关门。先盖烘焙纸烤10分钟，时间到了把烘焙纸取下来，继续啊再烘烤15分钟，直到表面上色取出来。现在短法棍就做好了，刚烤出来的法棍麦香浓郁，这时候吃是最好吃的，皮脆脆的，掰开的时候里边还特别的烫，很柔软，气孔也特别的好。喜欢吃法棍的朋友多看几遍视频啊。视频虽然长，但是我没有一句废话，在家照着做一下吧，因为它值得。做了也别藏着，可以带着图片以及疑问艾特维莎妮做面包交作业。下期见，拜拜。